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上空灵的 C 帝国频道。这部影片的标题虽然说是要介绍一个模组的游戏模式，不过实际上我想要做的其实是另外两件事情。首先是很久没有发影片了，刚好现在要过年了，就来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的一年可以很顺利。阿拉伯金矿都在屁股后面，黑森林都有湖泊，游牧对手都随机到中国人。再来就是我们群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玩的游戏 Human Fall Flat， 目前暂定在礼拜五晚上9点会开趴，好像有2个新的关卡。我也在工作坊找了几个评价比较高的关卡，如果时间还有剩，也可以一起玩。想透过这部影片号召一些老朋友回来参与这个年度盛事。当然，如果你没有玩过，但有兴趣，也可以看看以前直播的影片，觉得不错很好玩的话，也可以一起加入。以往直播的播放列表我会放在影片叙述里面。那么这部影片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不过把你们骗进来就这么结束，我怕会被打，所以还是继续讲影片标题说的那个模式吧，也就是10倍文明特性共享。在大丁浏览器搜寻游戏的时候，如果把这个 Data Mode 勾起来，这样找到的游戏都会是特殊模组的。除了6倍科技的 CBA， 还有几个中国人固定会开的无碰撞贸易黑森林跟什么文明联盟以外，这个10倍文明特性共享应该是最常见的模式了。其中又分成有3倍科技跟没有3倍科技的。常见的地图是 Bamboo Nothing 跟亚马逊通道，偶尔会看到有人开 Forest Nothing， 就是我之前有一部影片介绍过的那个地图，全部都是树的。目前常见的情况下，亚马逊通道一般是1倍科技，然后 Bamboo Nothing 会是3倍科技。不过随着时间，这个社群的玩法也会慢慢改变就是了。具体这个模组是在玩什么呢？文明原本的特性包含金冠、银冠都会变成原本的10倍，而且是整个队伍都共享。例如哥德人的步兵减免，因为有10倍，所以整个队伍的步兵都会是免费的。或者是土耳其的金冠可以让火炮射程加2，这样整个队伍的火炮都能加20。3倍科技的话就可以加60。除了文明特性跟科技以外，特殊单位的数值也会大幅提高。各个文明的城堡兵都获得很大幅度的强化，甚至是波兰义骑兵、帝王骆驼等等的也都会获得加强。然后又因为是队伍共享，所以不同文明搭配起来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超强组合。整体来说，游戏性还是蛮不错的，而且要玩这种模式的门槛也不算太高，只要把每个文明的特性摸熟就好。真的不熟，进去游戏里面看看自己跟队友的文明，赶快组合一下也行。因为文明太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只简单讲几个大方向给你们参考。经济加分类型的比较容易理解，唯一比较特殊的就是塞拉森或者是印度的市场可以让买卖变成不合理的洗钱。军事上如果有生产减免，基本都会变成免费的单位，很实用。然后凡是涉及到加攻防，10倍下去都会变得很可怕。如果是3倍科技的，有可能会变成30倍。尤其是扩散伤害，斯拉夫步兵、拜占庭圣骑兵或者波兰义骑兵砍下去都是整片的。这里我给一个例子，拜占庭圣骑兵加上玛丽队友可以加伤害，保加利亚队友可以加攻击速度，库曼队友加跑速，冲出去砍游侠就跟切菜一样。当然你要随机到这样的队伍也是有点难度的，而且经济上并不好，可能还没成型就会被推掉。整体来说变数还是蛮多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去摸索。然后这个模式的玩家社群其实很小，所以要小心不要搞到自己被 ban 掉，这样以后你就没有游戏可以玩了。这里有个黑名单列表，希望以后不要在上面看到台湾人的数量大幅增加。我也简单讲一下要避免的几个状况。首先在大厅里面，文明请选择随机。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当一个人进到房间里面，发现其他7个人都是随机文明，然后自己还默默地选了文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一直不能理解，还请广大网友帮我解惑。除了随机文明以外，有些房主可能会要求要有几个人镜像，或者是完全随机。
基本上只要不去选文明都不会有问题，也不太会因为选文明就被列入黑名单。进入游戏里面，因为这个模式常常会出现极度不平衡的文明组合，如果你进游戏看看文明就直接退，基本上就是黑名单。所以文明真的很差的话，就跟队友聊聊天，等自己被灭掉吧。这样听起来很浪费时间，所以才会出现一些房主要求要有镜像，可以大幅缓解文明极度不平衡的问题。不过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其实这个模式很常会遇到不太会玩的玩家，即使拿到好文明，也不见得知道如何使用。所以如果自己的文明很差的话，还是可以尝试看看的。再来就是刚开始玩这个模组会遇到的问题，自己是个新手，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如果只是新手，问题不算太大，大部分的玩家也都会很有耐心的教你。前提是你要有反应，要会一点点基本的英文。队友跟你讲话，讲到你的颜色，或者是在你家疯狂打灯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在叫你。千万不要完全不理人，这样可能真的会进黑名单。宁可用 Google 翻译翻一个我不会讲英文，然后打出来，也不要完全不回应。游戏里面会用到的英文其实也非常少，可以参考我另外一部世纪基础英文的教学影片，影片连结我也会放在叙述里面，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最后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喜欢玩这个模式吧。首先是游戏常常会出现一些很夸张的文明组合，产生超强大的兵种，还蛮有意思的。再来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文明就决定了胜负，对于玩家的实力要求其实没有那么的大，高分跟低分的玩家都能在一起玩。不过当然对游戏还是要有一定的了解啦，起码每个文明的特性是什么要知道。适合无聊的时候玩玩，没有多少压力，个人还是蛮推荐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看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也欢迎留言讨论，或者是直接进到 Discord 里面来讨论。影片最后我再宣传一下，1月31号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会组团玩 Human for Flag， 欢迎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加入一起玩。祝大家有个好年，我们礼拜五晚上再见，拜拜。